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余生请多指教，完美收官。除了选对杨紫肖战，做对减法也很重要。幸福的时光总是格外短暂，一转眼余生请多指教就大结局了。虽然原先的29集已经被芒果台拉成了32集，但是在近年来的国产剧里，依然算是难得的集数短的了。这么短的集数，其实对剧集本身来说是很不利的。日播2集，2周半就播完了，热度来不及发酵就完结。然而余生完全没有受这些影响，一部低成本的小甜剧硬是交出了极其亮眼的答卷。播出17天，酷云收视从一开始的 0.56 一路攀升至 1.04， 涨幅 85.5%， 可以说很励志了。酷云平均收视 0.8185， 虽然是如今已经非常少见的先台后网，电视台播完后腾讯视频晚上10点才更新，但网络播放量依然惊艳。从开播第3天起，单日新增播放量就保持破亿稳步增长。VIP 大结局前一天，单日最高播放量破 2.3 亿。截至 VIP 完结日，总播放量29亿，即均播放量已经达到 0.9 亿。但凡我的基金走势能有这么漂亮，说多了都是泪啊！做对减法很重要。其实，认真评价的话，余生这部剧有许多不足。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绩，最重要的原因，自然是因为主演是杨紫和肖战。如果没有他们两个，这部剧或许也就平平淡淡的播完了。但是，演员也是剧的一部分，选对演员本身就是剧集成功的重要因素。这个世界上没有如果，抛开演员来谈剧，那就是耍流氓。只不过，虽然演员很重要，可再好的演员也带不动一部烂剧。除了演员之外，这部剧本身也很争气。在我看来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做对了减法。余生2025年6月开机，确定肖战为男主时，《陈情令》尚未播出，他还没走红；确定杨紫为女主时，《亲爱的热爱的》也尚未播出，他的现偶号召力还没有得到检测。原著也不是大 IP， 导演吕莹在此之前独立执导的作品只有2025年的一部小网剧《忽而今夏》，可想而知，投资不会有多大。据说剧中肖战不少时候穿的都是私服，我甚至深深的怀疑，顾魏和林之孝都没能顺利去成德国，是因为剧组没钱出国去拍。所以我很想表扬这部剧，大制作有大制作的打法，小成本有小成本的打法，最重要的是找准定位。余生就是全程围绕剧名，讲男女主相识相爱之后如何互相磨合，步入婚姻。余生请多指教。我已经很久没有看过这样一部专注的剧了，全程专注男女主这条主线，配角真的就只是配角，只为配合主角而存在。并不是说群像剧不好，但优秀的群像剧要求很高，需要有更丰满的剧本、更优秀的演员、更完美的调度等等。如果没有那个能力，硬要去拍群像，很可能出力不讨好，甚至最后变成配角加戏全程注水。当然，这几年来，有很多剧本身就是为了捧配角或者水时长而不停地给配角加戏，也因此惹得多少观众意难平。无论播完多久，一提起加戏咖还是想骂人。可余生不一样，他很认真的在做减法，把自己不擅长或者没能力做好的都统统减去，集中力量只打造一条高光主线。有多大的能力就铺多大的摊子，这一点我真的觉得值得所有国产剧学习。编剧的野心，余生的集中且干净利落。除了在一开始做好了减法之外，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编剧的规划性。包括我在内的很多观众都会觉得，小甜剧嘛，就是甜甜的恋爱，恋爱嘛，不就那么些套路。
余生当然也有套路，但是回头再看会发现，那不仅仅只是套路，而是真的剧情逻辑的一部分。这部剧的亮点是有自知之明，不做不自量力的事，但编剧并非一点野心都没有，他还是在甜宠的框架里探讨了爱情与婚姻，试图跟大家讲道理。这其实是很矛盾的一点，因为编剧的能力并没有撑起这份野心。这部剧演员表现很好，导演也非常会拍，可以说那种让人脸红心跳，感觉好想谈恋爱的场景，最大的功臣是导演和演员，而非编剧。甚至从整部剧来看，最拉胯的也是编剧，比如前2集尬退了不少观众，后半段林顾分手的部分也有些为了矛盾而矛盾，看得让人生气。这2部分全靠演员和导演撑场子，但我还是觉得编剧有可取之处，他的逻辑很清晰，写的也很认真，即便是没那么好的剧情，我感觉到的也不是聪明人不走心的敷衍，而是普通人全力以赴的笨拙。很多时候，态度比能力重要，而且编剧的野心依然秉持着即便不做减法，也坚决不做加法的原则。在这个故事里，除了顾魏和林之孝这条主线 CP 之外，编剧也像其他偶像剧一样设置了几对副 CP， 只不过这些副 CP 并没有喧宾夺主，而是为了服务主 CP 而存在，都算不上独立的支线。副 CP 的意义，最重要的2条副 CP， 其一是顾潇和三三，其二是金石和印喜。他们表面上的意义自然是男女主在一起的助攻，或者闹矛盾的导火索，但还有更深层次的意义。顾潇和三三是海王与海后的对决，他们2个都身经百战，即便是都对彼此有意思，却还是玩着各种套路，甚至三三还喜欢用各种前男友来刺激顾潇。他们之间的恋爱关系太松。金石和印喜形影不离，你看这名字起的都天生一对，原本是很让人羡慕的情侣，可正因为天天黏在一起，完全没有私人空间，所以也出了问题。他们之间的恋爱关系太紧，顾魏和林之孝就是要在松与紧之间找到那个微妙的平衡，这也是所有情侣都需要学习的。后半段里，3对情侣一起闹矛盾，这个时候编剧想表达的就更多了，虽然表达的效果不完美，但我完全能理解他的用意。情侣之间是需要互相包容和信任的，没有哪对情侣会一辈子都不闹一丁点矛盾，关键是如何解决。3对情侣在遇到问题时反应也不一样。金石和印喜是双方都有问题，男方想要好好讲道理来解决，女方却总是觉得男朋友道个歉，哄哄我不就完了吗？这在现实里简直太常见了。顾潇和三三、顾魏和林之孝面临的问题有一点点相似，一开始都是男方遭遇重大危机，想要自己一个人扛，但后续走向却完全不同。顾潇什么交代都没有，就那么一走了之了。顾魏却在这次风波中学会了对彼此信任，在后来林老师的胃癌扩散之后，也不再隐瞒林之孝。顾魏和林之孝闹矛盾的时候，弹幕里的观众吵得非常厉害，真可谓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。有的怪林之孝不关心男朋友，有的怪顾魏为什么不说。其实我觉得都有一定道理，但也都不对。编剧并不是为了要让大家争论和甩锅，而是要让大家思考。金石和印喜是女方拒绝沟通，女方认为男方就该承担一切。顾潇和三三是男方拒绝沟通，男方自己也觉得男方应该承担一切。对照反面教材，顾魏和林之孝也都并不完美，但他们会在矛盾中成长，懂得遇事不该一个人扛，2个人需要及时沟通。最后的结局中，度过7年之痒的顾魏和林之孝观看婚礼视频，看到印喜与金石的那段对话，一段对话带到了3对情侣，点出了爱情的真谛。
我之前只会用我自己觉得对的方式去爱你，但是我从来都没有问过你到底想要什么。爱情是两个人的，而不是一厢情愿的为你好。编剧这段用心良苦的解释，正是三对情侣之前矛盾的问题所在。随后两人打开老林留的信，那段话则道出了婚姻的真谛：爱不需要学习和磨砺，但婚姻却需要经营。最重要的是莫忘初衷。点到即止的配角。当然，即便两对副 CP 大部分时间都在充当反面教材，但最后也黑了。编剧并没有给多少戏份详细去演他们如何和好，就只是一笔带过，因为他们是否和好其实与主线无关，只不过是有始有终给个交代罢了。这是真正的详略得当，我都没有想到编剧居然可以如此干净利落。不止这两对副 CP， 还有高希和严医生、少江师兄和经纪人也是如此。这两对前期没有任何呈现，到后期的时候，敏锐的观众都能发现苗头，但编剧就是不写他们具体如何展开，都留给观众自己想象了。尤其是严医生对高希的感情，完全没有明确的台词表达，就只是通过几个意味深长的镜头，大家就心领神会了。看这段视频，一切尽在不言中。这真的是很高的境界好吗？再次说，我真的希望所有国产剧都能学习这一点。配角的戏即便再精彩，也不是说戏份越多越好，有时候反而是留白越多越耐品。非要说哪个配角戏太多的话，我觉得是林老师，最后2集简直成了男主角。但这显然也不是演员的锅，演员表现很好，是编剧在探讨爱情的同时也在探讨亲情。毕竟最好的爱情到了最后也是亲情。林老师和林之孝的父女情，前期有看哭我，但是越到后面越有种过犹不及的感觉。编剧强调的太刻意，剥夺了观众自行体会的空间，我反而再也哭不出来。但这一点瑕不掩瑜，毕竟集数拉长了，而且也见仁见智。我哭不出来，不代表其他观众哭不出来。大结局整个还是又甜又虐，感觉自己仿佛真的去参加了一场令人难忘的婚礼，见证了一段有幸为观的爱情，恨不能跟着随点份子钱。总而言之，就希望这部剧的热播能给大家带来一些思考吧。在影视寒冬越来越严峻的今天，制作人们要学会如何不浪费每一笔小钱，用最低的成本拍出最好的效果，而普通人也能从剧中的情侣身上看到自己的问题，学会如何与另一半相处。